我穿成了一个280斤的油腻王总。女穿男暂时还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剧情，1年后的今天，我会被人下药去玷污女主的清白。为了自保，我拼命学习散打泰拳，力求以一敌十，逃脱书中被男女主报复的悲惨命运。结果我还是中招，被扔在了女主的床上。1夜后，我坐在床边怀疑人生，不是在自我反思，而是昨晚女主她见色起意，把我给睡了。正文开始，再睁眼，我的脑子是懵的。我怀里躺着的是貌美如花的女主石油丸，昨晚的记忆再次攻击我，只让我羞愧难当。想我这1年来不间断的锻炼身体，结果防了个寂寞。我从昨天入场，一口水都没敢喝，结果厕所里给我准备了香。本来我还在想，按照剧情走的话，石油丸强忍着药力挣脱开我的束缚，然后想尽办法出去，误打误撞进了男主的房间。接着一夜情，我被天良王唾，而他们的霸总文学就此展开。我只需要安安静静的控制住我自己，别兽性大发，这个剧情应该也算是走过。结果石油丸看见我就像是猫见了老鼠，直接追了过来。偏偏我越是躲，他越是兴奋。最后我的扣子被拽掉，皮带被抽走，狼狈的被扑倒在床。我艰难的从破烂衣服里找出来手机，给助理发了消息。石油丸醒来，正看到我背对着他坐在床边，我的背上还有他抓出来的几道抓痕。醒了，先等一等，衣服马上就送到。此情此景，我想抽根烟，怎奈我确实不会。石油丸却是大大方方的裹了件我的破衬衫来到我跟前，我瞥了一眼，连忙收回眼神，有些小诱惑。王富贵王总，有兴趣领证吗？我坐在我的迈巴赫上继续沉思。助理坐在副驾，小心翼翼地看了我好几眼，生怕我想不开做什么混事。结果就看到我突然一拍大腿，吓了他一大跳。他爹的，睡都睡了。赵助理，把我妈的祖传玉镯拿来，我去给你娶个总裁夫人。我气势汹汹来到石家，石家一家老小都在客厅对峙，气氛十分紧张。石油丸面色不好看，很显然是被人针对。我在这本霸总文学中只是一个炮灰角色，拿到的剧本内容只到昨晚，所以这后边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无所谓，我人来都来了，主打就是一个来撑场子。想到女主四面楚歌，只求保住爸妈留下来公司的女霸总人设，我决定从商业湖州。石小姐，昨天走得匆忙，关于合作的事情，你7我3，我同意。你说想要1个亿投资的事情，我也同意。石油丸听到我的话，愣了一下，随后走上前，伸手挽上我的胳膊。你们不是好奇昨晚我和谁在一起吗？我的未婚夫王富贵。我瞪大了眼睛看向石油丸。好家伙，我生怕女主被霸总语录油腻到，才退而求其次装作合作方，结果女主先霸总强制爱了，就差没说出我的男人这4个字。另一边的女人听到这话，先站起来尖叫大喊：什么？他是王富贵？那个280斤没脑子学历只有大专的暴发户王富贵？我听到我那么长的前缀摆摆手，嗨，好汉不提当年勇。相比较其他霸总，王家确实不是正儿八经干实业出身，所有的起因都要先从王父捡漏买了一片宅基地，并盖了一座小楼房开始，然后就开启了他们一路买一路被拆迁之路。小学文化的王父硬是靠拆迁赔偿款上了 H 市的首富榜。要说王家巅峰时刻是在前年，王富贵首见买了一片山，结果挖出来了金矿。自此之后，王家一跃成为 H 市的现金王。哪怕王家一家子的糙人，王富贵粗鄙不堪，他们这些豪门也要给王家几分脸面，只不过全都是碍于表面，内心深处还是瞧不上王家。而如今有人告诉他们，眼前1米9双开门眉心剑目的男人是王富贵，罪魁祸首第一个不愿意相信，他是想毁掉石油丸，不是给他找个男模快活一晚。石油丸当然知道他们是想看自己笑话，昨晚他中招也是抱着玉石俱焚的打算，结果百闻不如一见。我没有传闻中那么不堪入目，也没有传闻中那么下流好女色，甚至我在自己也中药的情况下，还努力控制自己让他先走。他是去了门口，是去反锁的，与其费劲巴拉的跑出去，还不知道敌人有没有后手，不如先解了身上的药性。而且昨晚那地方是在山庄，附近根本没有医院，贸然出去可能更危险。我看着石油丸的举动，一秒入戏，反手揽着他。既然婉婉肯给我名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赵助理，我拿过赵助理递来那成色极好的玉镯，戴在了石油丸的手腕上。这是咱妈送你的见面礼，只传儿媳的祖传玉镯。石油丸触电般的抽回自己的手，冷淡的嗯了一声。我心中一咯噔，完了，用力过猛，他肯定是被油腻到了。石油丸身为女霸总，当然不相信睡一觉我就会对他死心塌地。他提出了领证，也提出了约法3章。我看着他自强的模样，肯定地点点头。大女主，我超爱。我爽快的答应，反而让石油丸很不自在。总体来说，还是我占了便宜。所有事情结束后，我会给王总8%的股份。我没意见。签了婚前协议后，石油丸就搬进了我的别墅。我住1楼，他住2楼。要么说就是女霸总，我一睁眼，他都已经一脚油门去了公司。而我睡醒后习惯性的健一下身，吃个早午饭，就找个地方瘫着了。没办法，我虽然是王总，但我确实没有经商的头脑。参与的公司也有，不过只是区大股东而已。我的午休被赵助理打断，他告诉我石油丸在公司被人针对了，无非是不相信石油丸拿到了我的投资。为了防止我连石氏集团的大门都进不去，我多带了几个保镖。几个工作人员看着我的气场，一路象征性的拦我，就把我送到了会议室大门。还没开门，就听到屋内：石油丸，听说你是靠身体上位，不知道你爸妈知道你现在自甘下贱，拿身体换资源，会不会死不瞑目？小年纪就想着爬床，你要我们怎么相信你可以让集团业绩翻倍？280斤的男人，你也能下得去口？真是不择手段！来了，经典的欲扬先抑打脸手段。我挑准时机，在保镖的簇拥下闪亮登场。谁还想说我换资源？我第一个不同意。要我说，石油丸事业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不是石家人，而是她的性别。因为她是女人，就算是她靠自己能力拿到的合同，也会被造黄谣。我进门后直接走到石油丸身边，其他话还没说，那些人就自动晋升。我也没废话，直接让赵助理拿来了合同。在商言商，石总的方案我已经看过，完美到无可挑剔。我们王家准备投资1个亿来做这个项目。1个亿，他们当时和石油丸下的赌约也不过是5000万，结果我直接翻倍注资。
惊讶过后，他们开始质疑我的身份。无他，只怪我现在的模样太不靠谱，不像王总，像小白脸。我戳着桌子上放的合同，你是个法盲吗？我都签合同，人都坐这儿了，要不要我现在就把现金给你划拉过来？他们不吭声了，就连一起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位总裁也不出声。他们身价是过百亿千亿，但现金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关键是谁家好人家里放那么多现金啊？来找茬的人吃了个闭门羹，灰溜溜的走了，唯独剩下一人，戴着个金丝框眼镜，单手插兜来到我跟前。王富贵，王总，幸会。我微微低头看着1.8米的他，你谁？肖成云是黑着脸走的。赵助理看着他的背影，恨铁不成钢的说我不成器。一共那么10几号知名总裁太子爷，我愣是记了3天没记住。太太交代的让他送我上总裁名流圈子名单的目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没理会叽叽喳喳的赵助理，伸手摸着下巴思考许久。肖成云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对于我不请自来并且单方面签合同这件事情，石油丸有些不开心。我当然知道他在介意什么，无非是介意我是不是因为那一夜情的原因才签的这合同。我看他走得飞快，2、3步上前拉住了他。为了防止他逃跑，我来了个壁咚，用上我刚适应的大长腿，直接堵住他所有后路。我弯腰低头凑到他的跟前，用低沉的气泡音说：女人，我的合同可不是乱签的。首先，单凭她是女主，我就相信她手里的项目。其次，为了让女主相信我真不是盲目相信，我走了个流程，让评估团评估了一下，结果在预料之中，非常可以投资。翻倍注资也不过是在这个项目上有点其他想法，具体事宜明天就会有人来跟你对接。石油碗狐疑的看了好一会儿，才反问：真的？我也反问：不然？最后他决定事成之后再给我2%股份作为报酬，我欣然接受。事情解释清楚，石油碗冷漠的推开我：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先回去吧。好嘞。坐在车上，我叹了一口气。赵助理问我怎么了，我说10%的石家集团股份以及石油碗新项目以后的分成，我这钱啊怎么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赵助理他就活该多嘴一问。半个月后，我跟着石油碗来参加石老太太的大寿。作为商圈知名暴发户，许多人对我的记忆还停留在280斤。知道石油碗要跟我订婚，他们都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来。尤其是我在跟他传出绯闻没多久，就跟他签订了1个亿的合同，其中的猫腻够他们八卦好一阵。结果他一出场，身边跟了一个1.9米的我。石油碗，你这不会是嫌王富贵丢人，特意带了一个男模来吧？这小男模长得挺帅，身材也不错，多少钱一天？我给你翻倍。我伸手指了指我自己，我吗？又认真的算了算，挺贵。不说其他，就账户上的利息我都花不完。要我赔一天，给的小费总不能连我账户利息零头都不够吧？还不等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石油碗的堂姐拿着话筒讲话，也是我和石油碗一夜情的红娘。她讲了一些客套话，末了还恶狠狠地瞪了我和石油碗一眼。不必说，就知道她憋着坏水。石油碗，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堂姐来到我们身边，放完狠话就走。随后，肖成云闲庭信步登场。石小姐，你会有些小麻烦呢，需不需要我帮忙？男人说着话，手中还把玩着高脚杯。我看着他自信一笑，忍不住皱眉，怎么那么油腻？同样被油腻到的还有石油碗，只是不等石油碗开口，肖成云又说：石小姐那一夜可还快活？石油碗瞬间变脸，什么意思？我可以帮你，前提是石小姐给我肖某一个承诺，内容吗？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听着他的话，太阳穴突突，所以他兜了一大圈子，到底想说什么？你要是想说他堂姐拿到我和婉婉那一夜的视频的事情，就免了。我话音刚落，宴会大屏幕就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呻吟声，模糊的画面只能看清2人的轮廓。结果还不等人开始议论，下一秒就变成了猫和老鼠动画片。这次轮到我自信一笑。我虽然刚当霸总1年多，但霸总文学看得多，我和石油碗都能被下药，那房间里怎么可能没有摄像头？所以我事前就断了屋子里的电源和网络。在第2天，我就让人去找，果然找到了4、5个摄像头。只是我没想到他们是真的只看了一个开头，就笃定自己得逞了。天真，我笑得得意，回头就看到石油碗一脸深意地看了我一眼。不等我追问，石油碗先对肖成云说：肖总，谢谢你的好意，虽然你的好意没用上。肖成云又黑着脸走了。讨人厌的人都走光，石油碗拿起香槟就要喝，被我拦住，拿走了他的香槟，换上热水。今天天气凉，多喝热水。原本石家人是想凭借石油碗不检点以及不雅视频煽动鼓动和舆论逼迫石油碗让出石氏集团总裁之位。风声已经放出去，我和石油碗同进一间房也确实是事实。结果没想到戏剧性的翻转，石油碗直接承认我是他交往许久的男友。消息一出，被煽动起来的网友懵逼了，不就是恋人开个房，搞得好像女霸总作奸犯科了一样。石油碗拿身体上位，就王富贵这脸这眼，我甚至都觉得石总赚了。我就说这世界是本小说，这俩绝逼是男女主啊！订婚日当天，王家是开开心心的来，石家是黑着脸走。王家一家子暴发户，正愁没一个门面，而石油碗也缺一个可靠的投资人。我们俩的订婚，在石油碗眼里不过是正常的商业联姻。对于女主只想跟我谈钱，不想跟我谈感情，我没意见。就是美艳动人的大女主天天在我跟前晃悠，我都觉得这书穿得值。只是偶尔看着石油碗有些口干舌燥，蠢蠢欲动。订婚后，石油碗稳坐石氏集团一把手的位置，更忙了。后来他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很奇怪，他老是趁我不注意盯着我看，搞得每次我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衣服。长袖长裤，很手难得。终于在我运动完喝水的间隙，他拿着检验单走了过来。王富贵，我怀孕了。我差点没喷他一身。我的，算时间也只能是我的。还不等我欣喜开口，他又说，但是这个孩子要跟我姓。为啥？他们要我给石氏集团生个接班人。我思索，我疑惑，我不解，我同意。霸总文学吗？总会有这种非要有个什么继承人的桥段。你同意？你父母会同意？我听着石油碗的话，想了想我那便宜爹妈，应该不会同意。但是你的事儿比较着急，你先来。
石油婉还想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确实，这件事情上他比较着急，只是我看着石油婉纠结的模样，趁机摸摸她的小手，一副可靠模样的说：“放心，我爸妈那边我会处理好。”石油婉看着相握的手，没有甩开，轻声回应了一声。我又得寸进尺的捏了捏，很好，这次女主没被我油腻到，我应该是去油成功了。我知道石油婉拼命三娘的模样，每天让阿姨做好饭菜，我亲自送到公司盯着她吃。赵助理也被我派到她身边，帮她处理公务。她和赵助理忙前忙后，我坐在她办公室闲鱼摊。闹事人气势汹汹闯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吃着棒棒糖，抖着大长腿，捧着手机打游戏。石油婉，还钱！领头壮汉大喝一声，震得我目瞪口呆。我默默地看向石油婉，不应该啊，有我这个现金王在，他就算是跟我借，也不该拖欠别人钱啊。闹事的人也傻眼了，原本想着办公室就石油婉一个人，女人嘛，吓一吓，再泼一盆脏水，逼着让她吃哑巴亏就行了。但是谁能告诉他，为什么他办公室里那么多人？站着的，坐着的，办公桌上茶几台上十几号人。对，没错，赵助理为了赶进度，20分钟前刚叫来的。我起身来到领头壮汉跟前，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隔壁聊聊，说着也不管他愿不愿意，强制性的带着他出去。赵助理跟身边人说了一声，随我而来。赵助理帮我审问，赵助理帮我摆平，赵助理解决了这件事情。赵助理拿到证据后就交给了石油婉。其实我也想要拿出雷厉风行大霸总的模样，可是我真的不懂商业。穿越之前，我不过就是个看霸总去看坏脑子的牛马。硬性条件不允许。我再次拿着买的小蛋糕回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牛马都走了，来了个肖成云。我看着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剑拔弩张，开口：“肖总，这是又来晚了。”我觉得肖成云想打我，但我又没有证据。他走后，我拉着石油婉来到沙发上休息，一边拆蛋糕盒子，一边说：“这肖成云什么来头？怎么3天2头往你这里跑？”只剩下我们2个人，石油婉神情放松了下来，冷笑一声 ：“S 市肖氏集团太子爷想要来 H 市分一杯羹而已。S 市的地头蛇还想在 H 市耀武扬威。哼 ，S 市太子爷。”我琢磨了好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这货不就是剧情里跟石油婉发生一夜情的男主吗？原本我还奇怪，怎么哪都有这肖成云。现在真相大白，我有一点心虚。我真不是故意抢走男主戏份，谁知道这男主在人群里怎么那么不起眼，还没我高。不过现在女主已经有了我的孩子，责任我必须负。你知道他是谁了？我点点头，就没再谈这个话题，转而说：“我妈让我们晚上回去一趟，你想不想去？不想去我就找个借口。”石油婉听到我的话，又一副奇怪模样的看着我。我可以不去，可以呀，我就说我不想回去就行了。我说着就要去掏手机，被石油婉拦住。晚上8点，我和他准时出现在占了一个山头的宅院前。饶是喊着金汤勺出生的石油婉，见到这架势也惊呆。之前婚定的匆忙，这还是石油婉第一次来王家。我讪讪的摸摸鼻子，没办法，暴发户没见过钱，有钱之后就喜欢贵的。然后我就看到我妈穿了个貂，我爸戴了个大粗金链子，就出来了，一股羞耻感油然而生。要么说就是女主了。石油婉只是愣了一下，就恢复常态，礼貌的跟我便宜爸妈问好。对于女主，他们十分满意，好吃好喝招呼我们后，又送了石油婉2块大金砖。我皮笑肉不笑的推开，那么沉，不好拿。知不知道还以为我跟石油婉去抢劫了金库。知道石油婉怀着孕每天还要去工作，我妈有点不乐意。她想要说教石油婉，又怕她不爱听，特意找我说。我听闻一口回绝，妈，女人不该被婚姻捆住，虽然咱们家不差钱，但也不能因此折断别人的事业。眼看着我妈要炸毛，我连忙又说，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我每天都会去盯着她，绝对不会让她可着累着饿着。妈，咱家就晚晚一个上流门面，你还想把她同化成咱们暴发户吗？软硬兼施下，我妈觉得我说的对，闭嘴了。不过妈，这一胎我打算让孩子随婉婉姓石，要么就被嘲笑是小门户出身的暴发户。我顶着鸡窝头坐上了回去的车，甚至左侧脸颊还有一道抓痕。便宜妈战斗力爆表，石油婉面色复杂的帮我上药，她离我极近，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清香。我很没出息的多吸了几口气。石油婉动作顿了一下，瞪了我一眼。我觉得我要完，因为我觉得她连瞪我都那么好看。我暗自咒骂一声，不愧是世界女主，真魅力，万万不是我这个 NPC 可以抵挡的。石油婉处理完我的伤口，默默与我拉开点距离坐，问关于第2个孩子，你打算什么时候要？这次轮到我默默挺直腰背，我随时都可以。不过相比较于结果，我更注重过程。但是婉婉，你现在怀着孕还不能急。我的幽默又得到了石油婉一个白眼。第2天，他就给我一份关于生2胎的协议。我看着这份合同表示理解。大总文学吗？恋爱、结婚、离婚都逃不了合同环节，生孩子也是。为了让女主角放心，我看都没看，直接签下自己的大名。女主看着我潦草的签名，欲言又止。赵助理看着我直摇头，显得我像是一个二傻子。石油婉怀孕第7个月时，绑架虽迟但到。我报了警，带了人，开着我的大越野来到废弃仓库。与我一起到的还有肖成云。我不是很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我听出了他话里的嘲讽。你一个人来，是来给绑匪送人头的吗？我没有理他，拎着装钱的行李箱走了进去。红娘，不！绑匪看见我很激动，不断的咒骂着我和石油婉，一会儿说我是骗子，根本不油腻也不好色，一会儿说石油婉命好，从出生开始什么都有了。偏偏他在最激动的时候，肖成云又带着人闯了进来。王富贵，我不是让你一个人来吗？你竟然敢耍我！绑匪的情绪目前很稳定，暗处的佣兵擦拭了一下麻醉枪，隐藏功与名。我就说了，我带了人。我抱着石油婉路过肖成云身侧，嗤笑一声。就这有勇无谋的，也不知道怎么被评上世界男主的肖成云的脸再次黑里透子。后边的事情交给赵助理处理，我带着石油婉匆忙去了医院。幸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这次吓坏我的那便宜妈说什么都不让石油婉去公司。面对满脸责怪的便宜妈，石油婉没有生气，顺从的把办公文件全带到了家里。我本来还想周旋的话，瞬间咽了回去。富贵，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
听着石有婉的话，我不由想想王富贵的一生，父母恩爱，一路气运爆棚，除了拿了个炮灰剧本，其他方面确实容易招人羡慕。我有时候也羡慕你。盯着石有婉疑惑的目光，我甩了一下刘海，羡慕你那么轻易的就得到了我。这次我没得到他的白眼，而是得到了他的投怀送抱。我受宠若惊，反手抱住。此时此刻，我愿称之为 NPC 的高光时刻。怀胎10月，石有婉顺利生下一个男孩。我爸妈嘴上说着不姓王，就不是王家的种，行动上倒是很诚实，带着几块大金砖就来了医院。最后赶鸭子上架，勒令我3个月后为他准备超世纪婚礼。领证订婚太匆忙，婚礼还是要好好办。场地就用我上次买的那个岛，司仪就请那个什么水果台资历最深的主持人，再请点小鲜肉歌舞伴奏一下。我听着暴发户发言，不敢说话。关键我瞧石有婉也没表现不喜，难不成女主那么快就被我家暴发户气质同化了？不能吧！婚礼当天，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岛上站的全是人，宾客没来多少，全是工作人员，为的就是记下我王富贵的结婚盛况。我大大方方地揽着石有婉，在萧成云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中，艰难地抽出他递来的红包。萧太子放心，以后在 H 市有我老婆罩着，绝对不会有其他人来找你麻烦。萧成云挂着职业假笑，对我说了一声谢谢。我看着男主吃瘪，心情大好，忍不住多喝了几杯。宾客散去，我被石有婉扶着进了房间。石有婉听着我的废话，麻溜地脱掉了我的外套，就把我塞进了浴室里。冲了个澡，我清醒不少，刚拉开门，我就被石有婉一个壁咚困在了墙边。王富贵，我想修改一下我们的结婚协议。听到协议俩字，我表情严肃，等待着他后边的话。结果就听见他说，我想假戏真做。他双手环上我的脖颈，微微用力，我被迫低头。我被石有婉身上的清香包围，此情此景，我要是再感觉不到他的情意，那就真的是二傻子。我反客为主，先一步抱住他的腰，吻上了他的唇。我早就想了，王太太。番外，石有婉，我觉得王富贵一直在吊我，但我没有证据。这男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诱人，尤其是他把我壁咚在墙边，跟我解释合作的事情时，那大长腿、大喉结，简直性张力爆棚。说实话，我根本没听进去正事儿，耳边是他低沉的嗓音，脑海里全是那碗的黄色废料。我记得很清楚，他想逃，却被我抓了回来。他身上的衣服被我扯得乱七八糟，隐约还能看见胸肌、腹肌、肱二头肌。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酡红一片，原本富有攻击性的眼睛也蒙了一层水雾，看起来有点可怜巴巴。他一边阻止我的动作，一边对我说：“姐，你冷静一点。姐，你不要激动。姐，我是王富贵呀，我不是男模。姐，姐。”这该死的男人，此时此刻是那么的甜美，一声声的姐，喊得我口干舌燥。我承认，我就是见色起意，把他给睡了。但在这种事情上，男人都算不上吃亏。感受着手中的肌肤，看着眼前的脸，我自认为自己也没吃亏。在商圈摸爬滚打多年，我并不认为一夜情就可以让 H 市现金王对我情根深重，但我不能保证王富贵对我是什么心理。毕竟男人对睡过的女人都有一种很莫名的占有欲。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尊重我，甚至气势汹汹来石家给我撑腰时，拿的也是合作方的架势。那一刻，我赶鸭子上架，告诉他们他是我的未婚夫。我心想，既然他们都想拿捏我是女人，就该有个配偶，那不如就他吧。至少他没让我觉得厌恶，他也看出我极力想要证明自己，给我的帮助也是恰到好处。他肯定我的能力，而不是认为我是他的女人，理应投资。我信心满满的策划案是被专业评估团评估过后才决定签合同。作为回报，我答应给他10%的股份。我承认，面对1.9米双开门的男模，我是有点想生恋爱脑的感觉。但理智回归，我和他之间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我想着，这不过是一场商业联姻。王家需要有上流人来给他们撑门面，而我需要王家来给我撑场面。王家不需要为我做什么，他只需要默默地站在我身边，震慑住那些有歪心思的人就行。王富贵这个暴发户很让我意外，他不但尊重理解我的事业，平常小事情上也格外用心。我想让孩子跟我姓时，他表现得很大度。他说，孩子就是孩子，不能因为他的性别或者姓氏就不爱了。其实那天他和他妈的对话我都听见了，我心动了。我觉得他和其他男人都不同，他更加的细心、贴心、有耐心，事事都会从我的角度思考，甚至就连我和他家之间的矛盾，他处理的都很好。久而久之，我看我那暴发户公婆都顺眼了许多。这哪里是什么土包子，不过是平平淡淡、性情耿直的一家人。而目前唯一的烦恼是王富贵，他正直到大公无私，他好像喜欢我，又好像不喜欢我。我本来想再睡一次感受一下，怎奈物理条件不允许。怀胎7月，我被绑架了。脑子昏沉过后，我多了一些其他记忆。再清醒过来，就看到我原本的官配出现在我跟前。他跟书里的描述没什么太大的出入，锐利、阴狠，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是典型的白切黑。不可否认，萧成云有他独有的霸总魅力，斯文败类款，确实也招人喜爱。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痞帅型男王富贵足足高了他半个脑袋，个子不如王富贵也就算了，偏偏他连气场也没比过。见过有绝对爆发力双开门的王富贵，再看萧成云，只觉得有些瘦弱。王富贵轻松抱起怀孕7个月我时，我还在想，就萧成云这小身板，能不能抱得动现在的我？我和王富贵结婚那天，萧成云也到场，看着他的神情，确定他跟我一样已经觉醒。可惜我已经要跟王富贵结婚，而他也没有在 H 市一手遮天的权势。我突然想到原著中发生过的情节，我被石家共同讨伐那会儿，萧成云出现，看似为我撑腰，实则默许了我爬他床获取资源的事情。而后的桩桩件件，他每帮我一次，我靠男人的标签就贴得越紧1分，我的能力被全盘否定。就因为我是女性。非但如此，他身边还有一个名义上的未婚妻，三角恋爱让我每天都很烦躁。我根本无心谈感情，也不需要萧成云对我负责，我只想搞钱。可这个男人就像是听不懂那样，甚至还觉得我是在玩欲擒故纵。直到我在一场争吵中小产，萧成云才彻底跟他的未婚妻断掉，正是把我放在和他一样平等的地位追求我。萧成云每天都会跟我说爱我，可他的爱带有条件，我也排在利益之后，甚至还会拿别的女人、自己的家族当借口，企图让我让步。
王富贵从不曾说爱我，可他做的每件事情都透露着尊重。他答应过我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做到，更不会拿别人当借口。不过话说到底，还是要感谢那碗好色的自己，感谢自己见色起意，感谢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全文完。